下不为例。蓝忘机的声音清晰准确地传来。啊！魏无羡以为自己的耳朵出问题了，呆呆愣在原地。平时努力伪装出来的职场精英气质消失殆尽，瞪大的眼睛水灵灵的，黑漆漆的瞳孔似乎在发光，仿佛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大学生。看着本性暴露的魏秘书，蓝忘机心底一软，忍不住勾了勾嘴角。我说下不为例。蓝忘机眼带笑意，不等魏无羡发觉，便转身走开了。魏无羡开始接手生活秘书工作，大概是入职1个月之后。原本蓝忘机是不需要生活秘书的，但魏无羡除了工作外，似乎很轻松就能意会蓝忘机在生活上的喜好和习惯，总是能投其所好。而且这人3番2次在蓝忘机面前夸赞自己煮咖啡很在行。蓝忘机便提议不如让他早上来家里煮咖啡。魏无羡一开始内心本是拒绝的，但蓝总许诺要涨工资，这人就喜滋滋答应了下来。这时的魏无羡已经能大致跟上蓝总的工作节奏了，虽然偶尔还是会出点岔子，但都无伤大雅。在公司待了一段时间，魏无羡也悟出了些生存门道，在蓝曦臣面前可以放轻松一些，自己再怎么犯错耐人也只是微微一笑。在蓝启仁面前就要随时警惕，老头不仅盯他盯得紧，还常常当众批评他。奇怪，蓝董以前不会对别的秘书提什么意见呀？罗清扬给魏无羡解释，而且被蓝董批评过的，后来都会收到人事部的通知，不是工作调动就是离职。魏无羡只能感叹世事不公。要是蓝启仁早日把他赶到哪个分公司，日子也不会这么煎熬了。不过遇到蓝启仁的机会也不多，这边蓝忘机还要跟他涨工资，想想即使煎熬了点，谁要跟钱过不去呢？于是这天魏无羡一大早就屁颠屁颠赶到蓝忘机的别墅，跟做饭阿姨打过招呼后，就开始琢磨煮咖啡。蓝忘机家无论是咖啡豆还是咖啡机都是上等的，跟魏无羡平时在家捣过的东西不是一个档次。魏无羡又是看说明书，又是百度的，手忙脚乱煮了一壶咖啡，待蓝忘机下楼坐在餐桌旁了，才毛手毛脚把咖啡送上去。蓝忘机喝了一口，立刻就放下杯子，大概是因为良好的教养才让他没有直接吐出来。不好喝吗？魏无羡歪着头问，他端起自己那杯喝了一口，立刻就吐了。魏无羡有些过意不去，蓝忘机早上没喝到咖啡，脸色也不好看。我已经掌握到诀窍了，明天绝对可以让您喝到美味的咖啡。蓝忘机看了魏无羡一眼，似乎在说明早再看。结果接连几个星期，魏无羡都没煮出让蓝忘机满意的咖啡。苦了，没加奶，奶加多了。你为什么放糖？难喝，你自己先喝过再端给我。难喝至极，这种水平你觉得很在行？喝不下去。魏秘书，你想毒死我？倒掉。魏无羡自信心被击碎一地，但蓝忘机也没开口说别来他家煮咖啡了。魏无羡偏偏也喜欢挑战极限，既然蓝忘机要求这么高，那非得要煮一杯他满意的咖啡才行。这几天魏无羡总结了这半个多月来失败的教训，又根据蓝忘机每次品尝咖啡的反应细细思索他的口味，又仔细斟酌牛奶的量，反复琢磨一阵后，魏无羡终于煮出一壶自己也十分满意的咖啡。一大早，魏无羡倒好咖啡，站在楼下，根据这些天来观察得出的规律，在心里默念5、4、3、2、1，心里话音刚落，果然楼梯上正好响起了脚步声，蓝忘机下楼了。沉稳而又笃定的脚步声越来越清晰，一声声敲打着魏无羡的耳膜，仿佛和心跳声重也叠了起来。魏无羡端起咖啡，露出一个甜甜的笑容。早安，蓝总。蓝忘机眼神在魏无羡脸上多停留了几秒，才接过咖啡，抿了一口，微皱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。不错，这对魏无羡来说已是莫大的鼓励了。他笑眯眯地坐在餐桌旁，陪蓝忘机用早餐。我还可以煮得更好喝。魏无羡又夸下海口。我很期待，魏秘书。蓝忘机握着咖啡杯，唇边荡漾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。蓝忘机不喜欢参加宴会，收到的邀约都会直接推辞。但自从升任副总裁后，交际应酬变多了，
再加上蓝启仁有时候会直接点名蓝忘机参加，蓝忘机不好拒绝。蓝忘机不喝酒，魏无羡清楚得很，他跟蓝忘机这么久，发现这人真的是滴酒不进，无论是社交场合还是在自己家，蓝忘机绝对不碰的就是酒。但宴会总是免不了碰杯喝酒，蓝忘机便要把魏无羡带着身边，专门帮他挡酒。魏无羡虽然能喝，但总觉得这是超过了他的职责范畴，抿一口就行。蓝忘机见魏无羡有些不情愿，耐心解释道：“蓝副总，不是喝多喝少的问题，别的领导秘书也没有去帮忙挡酒啊。”魏无羡难得反驳一次自己的上司：“别的领导不需要，您就需要？需要？酒精过敏吗？不是。有疾病吗？很健康。那您为什么不喝？不想喝？我觉得您就是在压榨我。”